摩根大通真的没有说谎。2026年元旦之后呢，就不要到处去玩了。你知道为什么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死那么多人吗？每一次的经济危机，它其实都不是毫无预兆的发生的，就是不是说你今天睡着了，明天就会瞬间突然经济危机了。有3个数据和证据，每一次都会提前1到2年在你面前不断的出现，而且这3个证据都不是一些隐秘的数据，不是只有美国总统才可以看到的。只要你去打开电视，打开手机，新闻每一天每一页都在说的。那问题就来了，难道大部分的人都会在金融危机之前直接瞎了吗？然后就会看不到这些数据吗？还是说有的人刻意的让这些数据消失拖延，或者让你觉得这一次不一样了呢？这是一场俄罗斯的轮盘啊，每一次这把枪呢都会开6枪，里面呢却只有1发子弹，6个人每人对着自己的脑袋开1枪，结果呢前3个人都开了枪了，然后都没事了，甚至还给了他们奖励了一笔钱。那这时候你是第4个人，你会不会觉得这一次不一样了？这把枪这一次里面根本是没有子弹的，还是说你为了这笔奖金，你觉得死了都值了？但如果每一次这枪里面都是一定会有子弹的，现在前面3个都没事了，那不就更代表了你后面中枪的概率更高了吗？不是从1/6变成1/3了吗？前3个都没事，你更不是应该要退出游戏吗？这游戏最好的玩法不就是要让前面的第1个人中枪了，然后其余后面的5个人都可以完全无风险的对着自己开枪吗？同样的道理，我们统计了一个数据，每一次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呢，必然会在1到2年之后出现金融崩盘的。而现在不但发生了这种情况，而且也已经过了1年了。那如果你觉得去年的股灾、银行倒闭、大裁员都不算什么经济危机的话，你是不是就会觉得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了呢？还是说你觉得今年经济崩盘的概率更大了呢？大家好，我是邵医生。今天你借钱给我，你这钱借给我10天跟借给我10年，利息能不能一样呢？不可能嘛。正常人都知道嘛，你把钱借给我10年，还是借给我1天的风险高一点呢？你借给我1天，除非我本来就是存心不还的，准备要骗你的，否则就1天的时间，我不会突然间就生意失败，或者是突然失业吧。但是你借给了我10年就不一样了这10年可以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就算我的生意这10年都很好，10年之后我依然是有钱还给你的，但我这个人呢，经过10年也可能会变了嘛，然后就故意存心不给你还钱嘛，对吧？所以你借钱给我的时间越久，你是不是要收越贵的利息呢？换个角度，你借钱给我，就相当于你把你手上的钱给冻结了嘛。那么冻结时间越久，我是不是就要给你越多的补偿呢？付给你越多的利息呢？所以长期利率呢，是一定要比短期利率高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历史上美国就出现了很多次长期利率比短期利率低的情况，就是我跟你借钱，借10年才付你 4% 的利息，但借1年呢却要付你 5% 的利息。那我贷款的角度，我是不是借的越久越好呢？而你放贷的角度，是不是借的越短越好呢？这就是利率倒挂。历史上美国只要出现利率倒挂呢，经济呢就会死一次了。这图是我们自己做的，你会发现从前期的大萧条、石油危机、滞胀、经济衰退，到最近的互联网泡沫、金融危机，还有疫情股灾，这些年份无一例外美债都出现了利率倒挂。而你可以看得到，从22年10月到去年25年的1月，美债不但在出现了利率的倒挂，而且持续时间呢是27个月，直接是破了历史记录的。所以如果这真的是那么准的话，那现在出现了利率倒挂了，还破了历史记录了，那是不是就要发生经济危机呢？但是你会发现嘛，这个倒挂的情况从25年1月就结束了嘛，现在都已经26年的1月了，也就是说过了整整1年了，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吗？那这一次是不是已经不一样了呢？什么事都没有了呢？各位，这图我做的还是挺认真的，所以大家仔细看嘛。这图最后的一栏呢，有一个叫做滞后时间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次的崩盘呢，它都是需要时间的，不是说现在美国的利率倒挂了，它就会马上经济崩盘了。
每一次的崩盘呢，反而是在利率倒挂结束了之后，最短呢是再过了9个月，最长呢是再过了2年，然后这经济呢才会崩盘的。这图呢就更明显了，黄色的区域呢，如果是在0轴以下的，就是利率倒挂嘛，而灰色的区域呢，就是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次都是黄色的区域，就是倒挂出现的时候呢，大概1到2年才会出现灰色的区域，也就是金融危机了。也就是说，美债的利率倒挂结束了之后呢，它不但不可以代表经济危机不会发生了，如果你相信历史，这甚至是证明了经济危机才刚刚的开始，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这个就是俄罗斯的轮盘，前3枪呢都是没事的，但不代表后面就没事了，反而后面中子弹的概率还更高了。而这呢还只是其中一个证据，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就3个证据，多一个都没有了，而现在都已经全部出现了。而最后一个证据呢，价值是等同于曼哈顿的1套房了，你们都可以作证，我不是等事情发生了之后再来马后炮的，我是提前说的。人一辈子只要做出这1-2次的机会，就可以3代一时无忧了。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一次的牺牲品，甚至希望可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于浪费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为什么利率倒挂结束了之后要等1到2年才会发生经济危机呢？也就是为什么会有之后的时间呢？各位，银行是怎么赚钱的？正常大部分的时间呢，短期的利息都是比长期的利息低的时候嘛，那银行呢就会借短放长。简单来说，我们平时把这钱存在银行，我们是可以随时拿走的，这种呢就叫做短期的存款。所以今天你赚到了1000万，这1000万只要转进你的银行账号，就已经是短期的存款了。银行就会把你这1000万借给别人去买房，借个10年、30年的，因为你放在银行的这1000万，银行可能只需要给你1%的利息，而银行把这1000万借给别人去买房的话，它可以赚5%的利息，这中间的差价呢，就是银行的利润，这就是借短放长。但是当这个利率倒挂了啊，银行借你1000万，他要付你5%的利息，但是他把你的1000万借给别人去买房的时候呢，他只能收4%的利息，那他不就是亏钱了吗？如果这样高息借钱，低息放贷，银行做一次生意就会亏一次钱的话，那这是要做善事吗？你是银行的老板，你也不 OK 对吧？所以银行呢就会偷偷的一点一点的把他们放贷的水龙头关得很紧。以前什么人都可以找我银行借到钱，那现在呢，我银行只会借钱给那些 VIP， 就是最有钱的客户嘛，也就是最优质的大企业嘛。啊，你普通人想要去买房，不好意思了，现在钱很紧张，要不你再等等吧。这个就叫做信贷紧缩。但是并不是说银行不借钱给大家，大家就会立马的破产崩盘嘛。一开始大部分的人还是没有感觉的，因为你还有积蓄可以花嘛。但是时间一久呢，1年2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公司发现借不到钱周转了啊，发不出薪水了，那就只能裁员了。而这些被裁员的人呢，就没有收入了，然后就更不愿意花钱了。所以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利息倒挂了，银行不借钱出去了，大家借不到钱，然后把手上的钱花光，直到没有钱吃饭的时候呢，才会经济崩盘的。最快呢是9个月，最久呢是2年。那是不是说只要美联储把短期的利息降下来了，就可以结束这个利率倒挂了，然后就没事了吗？07年的时候呢，美联储就降息了，倒挂呢也结束了，结果就08年金融危机了。19年美联储就降息了，倒挂呢也结束了，然后20年也金融危机了。为什么？你看看现在就知道了。美联储降息了之后呢，利率的倒挂也已经结束了，刚好1年了嘛。但现在美国人去刷信用卡，他们要付的利息已经涨到了21%了。美国人去买房，他们要付的利息已经涨到了7%以上了。原因呢，前几期有讲过，银行已经出现了流动性危机了，就是美国降息了之后呢，银行的手上依然还是没有钱的。那银行自己手上都没有钱了，
他能什么借给你呢？你找他去借钱，你就只能去借高利贷了。也就是这样，现在又再一次触发了第二个崩盘的证据，只是这一次被隐瞒了。什么意思呢？美联储内部的经济学家呢，就设计了一个叫做萨姆法则的东西。我们简单点去理解嘛，每一次只要蓝色这一条线比这一条虚线高的话，都会出现灰色区域，而灰色区域呢，就是经济崩盘了。也就是说，蓝线高于虚线就会触发萨姆法则，然后呢，经济就会崩盘。所以我们放大一点去看，现在这一条蓝线是不是已经越来越接近这条虚线呢？但是不是还没有碰到这条虚线呢？所以是不是说现在还没有触发到萨姆法则，我们就不用太过于担心经济崩盘呢？对吧？确实，这图是根据美国政府给我们的数据去做的，但这就代表没有问题了吗？各位，萨姆法则它算的是什么呢？失业率吗？我念一下这条公式，你不理解也没关系的就是把现在平均3个月的失业率减去过去12个月失业率的最低点，只要这个差值呢是超过 0.5% 的话呢，那就会触发了萨姆法则我们直接去看这个美国的失业率嘛，你会发现呢，你知道9月的失业率是 4.4%， 你知道11月的失业率是 4.6%， 但10月份的失业率你知不知道呢？你不可能知道了，因为10月份美国政府它关门了，没有人上班了，那谁给你去统计数据呢？所以如果我们算了是8月、9月，然后跳过这个10月，算这个11月的失业率的话，那确实还没有触发到萨姆法则，也因为这样，这张图的蓝线还没有碰到虚线。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没有10月份失业率的数据，能不能就代表10月份没有人失业呢？当然不能啊。如果9月的失业率是 4.4%， 11月就涨到了 4.6%， 那10月份的失业率是多少呢？首先10月的失业率会比9月的更好还是更差呢？那这个我们就要看另外一个很权威的数据，就是非农就业嘛。10月份美国的就业人数呢就减少了 10.5 万人，是23年硅谷银行倒闭以来最大的单月降幅。然后美国政府自己家的数据呢，10月份政府的就业人数减少了 16.2 万人，是13年以来最大的降幅。为什么？刚才就说了嘛，美国政府10月它关门了嘛，也因为这样，美国政府就解雇了无数人，这些被解雇的人呢，也加入了这个失业率里面了。所以华尔街呢就认为，这缺失的10月份的失业率一定是比9月份高 0.1% 到 0.2% 左右的，也就是美国10月的失业率大概是 4.5% 到 4.6%。那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复杂呢？没关系的，我们再简单直接一点，只要我们算上这10月的失业率，无论我们算的是 4.5% 还是 4.6%， 其实呢都已经触发了萨姆法则了。那公式呢是这一条嘛，你们自己可以去算一下，只要10月份的失业率大于 4.5%， 就会触发萨姆法则。也就是说，其实现在的美国呢，它已经再一次触发了萨姆法则了，只是美国政府它在10月份的时候直接关门了，隐藏了这个失业率的数据，所以我们看起来依然还是什么事都没有。那么听到这里呢，有的人就会觉得这是在杞人忧天了，他们不相信数据被隐瞒了，也不相信每一次的危机呢都是有滞后的时间的。那么我自己呢，几乎每一期都在讲真实的操作，真实已经在发生的事情，那这就不能造假了吧？去年我们9月布局黄金呢，一个月就涨了 26%， 去年我们6月开始布局白银，到现在已经翻了1倍了。那为什么黄金跟白银这种避险资产历史上很少会有这么快这么大的涨势了，但是现在还是被我们遇到了，并且捕捉到了？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投资人都有一个共识，每一次的危机呢都是有滞后时间的，也就是说
利率倒挂结束之后的这1到2年里面，我们都是有很充足的时间去为自己的身价做好提升的准备的。准备什么呢？就是布局黄金跟白银。你会发现现在在牛市的时候，其实我们买了黄金跟白银，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什么都没做了。为什么？首先我们买了之后它就涨上去了，也就是说我们完全不用担心它会触发到我们的止损。那么我们投资要思考的问题呢，就不是亏多少钱了，而是到底要多赚点钱还是少赚点钱，也就是止盈的问题。但是你意识到了吗？这个时候的投资呢，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也代表至少我们可以保住了本金。而牛市的时候呢，黄金跟白银到现在就只是触发了我们1到2次的止盈，也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安心拿着这么久的时间。那我们的这套方法是不是说只有我个人才能做得到呢？多说无益，你也可以在描述上第2条连接去看看我们弟子学了之后有什么下场。所以你相不相信我的话根本不重要了啊，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一套方法，可以不用那么复杂，学那么多的技巧，学那么多的金融经济知识，也可以让你长期投资输少赢多，不用去盯盘，可以安心的睡觉。而且这一套方法呢，是可以贯穿任何的资产，包括股票、黄金、比特币，甚至是外汇。所以如果你想要学习这套系统，我呼吁你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连接走进我们2026的投资改命培训营。今天你不需要付$400，甚至不用付1块钱，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真的想要在市场活下去，我直接送给你，算是一场公益课。但坏消息是名额非常有限，因为限流，所以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连接立刻去锁定你的位置，不要等到资产暴涨了之后，或者是你被套牢了之后，你才想起曾经有这份名额放在你的面前啊。那么听到这里呢，有的人比较聪明，可能就会问，其实24年7到8月的时候呢，不是已经触发了萨姆法则一次吗？你看这条蓝线去年已经超过了这条虚线了，那么到现在也没事嘛。所以我们就看一下美股，24年7、8月触发萨姆法则的时候呢，是暴跌了接近于10%的，所以真的没事吗？当时7、8月萨姆法则出发了之后，美联储9月就立马结束升息的周期了，紧急的降息了，然后呢才把这个萨姆法则压了下来。当时的解释说是一场意外，这会过去了，因为20年疫情的时候呢，让很多人不工作了，或者是挂了，而且当时有很多非法移民冲了进去美国，说这些廉价劳工代替了很多美国人的工作，所以才会这么多人失业了。OK， 我们就当24年的这一次萨姆法则是一场意外。那现在呢，疫情都过了这么久了，我们连口罩都不戴就直接到处走了，非法移民也已经被赶走了不少了，为什么现在又来一次萨姆法则呢？但这些你都不信也没关系了，因为还有第3个证据，是华尔街资本家把自己的钱混大挪移的证据。你会发现2023年之后呢，这一条蓝线就像坐了滑梯一样暴跌了，也就是说摩根大通呢已经悄悄的从美联储把他的存款提走了，从4090亿到现在只剩下630亿。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这家全美国最大的银行呢，正在把自己家的金库里面最安全、最灵活、最压箱底的救命钱几乎都搬空了。这不是普通的资金调动啊，这相当于是一家航母，它把它最后应急的燃料都抽干了出来。那么这些钱到底搬去了哪里呢？你会发现红色的那一条线就同步的往上涨了，就是代表摩根大通把大部分的钱都拿去买了长期美债了。对于摩根大通这种金融巨鳄来说呢，他每一次把资金转移都是压住一个长达几年的大周期方向，也就是说他现在重仓压住长期美债，其实就是压住未来几年美国的利息会急速的往下走。那为什么这个证据这么重要呢？因为债券跟利率是死对头的，利率跌，债券的价格就会涨嘛。但是问题就来了，24年开始呢，美联储就降息了嘛，但是长期美债的利息依然是没有降下来太多的，无数买了长债的人依然是被套牢的。所以如果摩根大通它压的仅仅是美国降息的话，它是赚不到什么大钱的。只有在利息快速降到0的时候，长期美债的价格才会瞬间暴涨，摩根大通才会暴赚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美国什么时候才会把利息降到零呢？你可以看得到，每一次美国快速把利率降到接近于零的时候呢，也就是这条黑线往下快速暴跌的时候，它都会出现一个灰色的区域，而这个灰色的区域呢，其实就是经济危机的时候。对上一次是20年疫情美股熔断，再对上一次是08年金融危机，再对上一次呢是00年互联网泡沫。所以摩根大通他把救命钱都 all in 到长期美债上，是不是在压住美国它会快速的降息呢？而快速的降息就只有在经济崩盘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摩根大通是不是在压住经济会崩盘呢？而且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呢？听到这里呢，你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个推断，那我们就讲一下证据嘛。2019年的时候呢，当时还没有疫情嘛，当时的利率倒挂就结束了，萨姆法则呢也触发了，但是股市依然是创了新高了所有人都觉得这一次是不一样的时候呢，这美联储的隔夜逆回购就突然间崩盘了，这融资的利率就暴涨到 10% 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银行跟银行之间他们互相借钱的利息暴涨到 10% 的高利贷，然后美股呢就瞬间开始暴跌，跌到熔断了。美联储呢就被迫快速的降息印钱，然后才可以避免完全崩盘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呢？事后这个调查才发现，当时的摩根大通就跟现在一样，从美联储撤走了1500亿美元的救命钱，直接是抽干了整个银行体系里面的钱然后才逼得美联储快速的降息还有印钱。而这跟现在的情况不是一模一样吗？现在这条蓝线是不是已经往下暴跌了？摩根大通是不是也抽走了在美联储的钱了？然后呢，美国是不是突然间有2家银行倒闭了？美联储是不是被迫降息和印钱，然后去买短期美债了？细节呢，你可以去看前几期的银行流动性危机影片。就是现在银行的钱也被抽干了，美联储呢也已经迫不得已跟当年一样下场印钱了。也就是说，全美最大的银行摩根大通现在把钱抽走了，它不单单是压住长期美债，这不只是压住而是制造银行越来越没有钱的危机，然后逼美联储去降息印钱。而这样做的不仅仅是摩根大通，还有股神巴菲特，他早就已经把最高风险的股票给卖了，然后把钱拿去买短期美债，也就是现金资产。只是呢，一个是压住美国快速的降息，另外一个是压住美股崩盘准备抄底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觉得，现在美国已经提前降息跟印钱了，但是危机还没有到来嘛，所以这一次的降息跟印钱就可以预防危机不会来了。那么我们再看一次这图嘛，每一次都是黑线先往下跌，然后才出现灰色的区域的。也就是说，美联储每一次都是先降息，然后才出现经济危机了。也就是说，每一次降息都不能预防经济危机了。那么现在美联储是降息了，它有一半的概率是在预防经济危机，也有另外一半的概率呢是危机已经爆发了，只是数据被隐瞒了，它需要紧急的下场救危机了。然后呢，预防是不是一定成功呢？过去历史告诉我们，降息之后出现经济危机的概率是100%嘛？但我就当你预防危机成功的概率是有一半好了。那我们再算一算发生危机的概率嘛？我们简单点，有 50% 的概率是危机已经发生了，美联储被迫下场救市，还有 50% 的概率是美联储在预防危机嘛？但是预防危机呢，有一半的概率是可以预防成功的，也有一半的概率是预防失败的。也就是说，就算是预防危机，还是有 25% 的概率可以让危机爆发的。所以加起来，这个危机发生的概率是不是至少就大于 75% 呢？当然这一切你可以都不信，无所谓的，我也只是在分享我个人看到的风险。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赚到钱，你的投资策略是不是跟你看到的同步，你有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因为每个人的布局都可以不一样的。比如说摩根大通他把钱都转移到长期美债了，巴菲特他把股票都给卖了，拿着现金资产准备抄底了。那有的人比如说我的团队的老师还有弟子，他们就会去打游击战，快进快出，去吃进美股最后一波上涨的利润。而我自己呢，每一期都在讲很无聊，但这就是我真实的操作嘛。
就是躺着去布局牛市的避险资产，黄金跟白银嘛。所以选择是不一样，布局也不一样，但我们最后都可以赚到不错的利润。如果你觉得投资是你一辈子迟早要学的技能，如果你想要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投资的布局，如果你还没有走进我们投资改命培训里面的公益课，那么你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哦。今天这部影片如果你有更好的理解，也欢迎不同意见的兄弟姐妹留言跟我们一起去理性讨论。如果你觉得有些细节听不懂了，我建议你把我前2、3期的影片看完，因为逻辑都是环环相扣的。而时间关系呢，只能在此结束。不过下一期你预期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一句，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对你有用的，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